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8号。昨天比特币在下跌的时候，视频是提醒朋友们，比特币 15K、16K 抄底的多单不要随随便便给我做平仓的动作，因为两只大金鱼当时这个位置买的时候，也是跟大家提醒要做追加的动作，他们是扫获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到昨天并没有做卖出的动作，以及昨天跟大家交代的这个支撑位，其实就差了$300，它没有达到，现在来了一根多方的吞噬。那我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除了那两只大金鱼没有卖，比特币再上去，其实还有一些支持点，这个位置也有可能是第一次回踩哈根阿西指标的位置，有没有可能还是在举行震荡，还是说它会不会马上来一个箱体突破？因为也是看到有些品种，比如说这个 Stand， 它短期有利好的一个情况下，沙特是跟 Sand 在进行一个合作，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个箱体，所以比特币有没有可能短线会不会马上突破这个箱体，或者是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昨天视频有提到的那个重点的压力位，我们要去观察一下明天收盘它能不能收在$23,300上方，有可能的话短线整理到位，它不排除会不会突破，如果收不上去，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 20%， 或者是火币返用 30%， 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在低档的时候视频是有跟大家提醒就是下方的这个支撑区是超短线的一个支撑区，大约是在$22,300。我也不确定它短线会不会守，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去年的7月份，这边有一个类似一个三重底的一个结构它的这个高点位置是很明显，就是拉上去以后有压回的这一个下影线，我们拉进来观察一下。就是这一个下影线的位置，它这边是撑了一次，然后这里一个下影线的位置也撑了一次，后面是跌破再拉上去，再压回来这个下影线的位置也是撑了一次。我们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多空的平衡区，它目前还是很强势的在这一个箱体里面来震荡。参考的一根 K 线也是跟大家提醒了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一根 K 线是很重要的一个主力表态的 K 线。那目前的价格我们观察一下，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基本上全部的收盘都是在这一根 K 线的收盘价上方。我们多单的仓位你尽量给我抱住15K 或者是 16K 这种多单，或者是当时在这个位置跟朋友们建议两只大金鱼疯狂扫获了超过2万枚的比特币，有可能我的观点是，就是这两只大金鱼根本就没有做卖出的动作。64名的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直接点进去，他当时买的时间是在1月4号。那这个65名的昨天也是跟大家视频在提醒的，他是从前面1月7号买的那一只大金鱼第一次转到这个钱包，所以后续我们只要记住这两只大金鱼如果没有做卖出的动作，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比特币整个中长线这个 25K 不重要但是整个中线也要防的一点。现在还有一个知识点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哈根阿西指标，当时4号到7号两只大金鱼买的位置也是在这个位置，我当时也是有跟大家讲，这一个哈根阿西指标马上要转绿不排除这一波上来前面横盘的时间是超过了2个月，突破上去有可能就是一个大涨的行情，而且绿柱一直放到现在。那我们观察一下，它是第一次在回踩这一个绿 K 线以往的经验，一般第一次回踩它不一定会破。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去年7月份，当时这边也是整理了2到3个月，第一次突破的时候，这边不是绿柱放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次测这一个绿 K 线的时候，它还会有高点，甚至再测第二次它还会有高点，甚至第3次它还会有高点。所以我的观点是跌下来现在是撑了一次，那有没有可能马上去突破这个矩线？我目前的观点是有可能还是在举行震荡，不排除也有可能会有高点。如果要做短线的朋友，我前几天也是跟大家讲了，4个小时我们去看它的布林线，
破下轨的位置你可以去做多，有上去利润你就给我尽量平掉，破下轨可以做多，有上去就平掉，破下轨做多，上去就平掉，破下轨做多。那现在来到上轨的位置，你如果真的还有的话，我的观点是就给我平掉。如果是我不一定会平在这个位置啊，有这种位置做多，这一根我可能都准备平掉，因为短线就这样子来操作啊，30分钟、1个小时、4个小时对我来讲就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当然，你如果有一部分仓位，比如说在这种位置真的做多，那你有看到利润的时候，平掉一半，留一半，怎么设反手？就是设你的一个成本位置去反手，或者是留一半，设一个1%的一个反手，就是这几个位置做多，然后设一个1%的反手。那你睡觉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安心，有可能就会守到这种位置，看要不要平仓，甚至不平仓都可以啊，这只是一个操作手法。那至于4个小时，昨天有聊到的一个压力位，今天要去观察一下，截止到明天8点，它有没有可能给我收盘站上昨天跟大家交代的这一个区间的压力。然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狗狗币啊。狗狗币昨天这个低档的位置，就看个人有没有兴趣在这个位置开多。当然，我也不确定它到底会不会破这一个趋势。现在也是来了一根多方的吞噬。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观点啊，它前面这个位置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收敛三角吧，就这个位置是一个收敛三角，或者是你可以看成一个矩形的箱体，因为下方也是一个矩形的箱体，就这一个区间。现在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箱体来对待啊，你可以观察一下，有可能目前的位置狗狗币会不会走一个箱体震荡。当然，现货我的观点也是不变。你如果真的没有这个狗狗币，因为我个人当时在低位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这个位置要去抄底比特币，下去我也是希望朋友们再抄，甚至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有错过一次，是建议朋友们50倍杠杆去开多比特币，当时是有利润没有平啊。后面下去的话是又开了比特币的多单，到现在我是选择继续抱啊。其实还有一个观点是，比特币将来如果能来到10万，我的一个想法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整个底部的区间是整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局限。如果28000都能过，那我的观点是想跟大家讲，这个区间，它只要能过去，说明下去全部都是陷阱，上去的话有可能历史新高69000都能轻松的去挑战啊。因为美联储未来也是不排除，如果通胀压到2%以后，我的观点是美联储肯定会降息。那降息的话，对整个比特币就是一个大利好。所以我的观点是，只要比特币这个28000第3个目标位能上去，还是一样继续给我守，不排除将来的目标10万、20万，我有可能都会守下去。然后狗狗币目前的一个形态，想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牛熊线啊。它其实每次都是在踩这一个牛熊线的20MA 或者21MA， 现在这个形态，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也类似一个奔走型整理啊。你如果有一些短线的资金也是要烦一点，它如果还有压回这个20MA 的位置，看要不要做多。当然现货的话，其实我的观点是都可以买，你要追价也可以啊，不排除整理到位有可能举行，会不会再往上去突破？因为很多品种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 stand。手上也是有啊，现在是已经突破了，它这个位置箱体震荡完以后一根大长 K， 只要有利好它就会突破。那至于短线的压力区，我想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的压力是在这根 K 线或者是这个位置，包括这个位置，你如果连一条直线过去，有可能是在这个收盘价附近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大约是在 0.1917 附近啊，同样也是前面这一根 K 线收盘跟开盘的这个重叠区是有一个压力区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留出。